大家好，我是思思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四海游记系列布洛克霍尔帽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帽子分为主体和装饰两大部分，先钩织主体，完成后制作并安装装饰。先来制作主体，分为3个区域和钩边。先起针往上，来回往返钩织1区，完成后连接首尾，绕圈钩织2区。接着再调起针另一侧往下钩织3区，最后沿着3区边缘和开口位置钩边。先来钩织1区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这一行来回往返钩织。钩的过程中需要换色，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长针、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和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我这里使用的颜色随意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我们来起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稍微拉紧。下面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一个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继续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是第2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锁针，一直钩完需要的针数。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3、4、5。起完需要的针数后，起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织第1行，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，接着钩一针短针。这里锁针正面是这样 V 形状的辫子，钩针调起左侧，第2个辫子，1、2，挑辫子上方的一根线，入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针短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在左侧相邻锁针上钩短针，钩针挑起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绕线将线钩出。接着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又钩好了一针短针。往下继续调锁针的
辫子上方一根线，一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完起针的锁针。钩完最后一个锁针位置，此时第一行就完成了。现在来核对一下针数，可以数一下针目。这里对应针法右上方的 V 形状辫子是其针目，一个针目表示一针。这里有几个针目，就表示钩了几针。数完后，针数要与起针数一致。由于下一行需要换色，进行断线。先钩一针锁针固定，拉大线圈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。线头可在下一行钩织时藏进去。接着钩第二行，拿起需要换的颜色，将上一行的反面对着自己。这里针法纹理整齐的一面是正面，反面纹理相对模糊，同时可以用起针的线头区分。线头在左侧的这一面是正面，线头在右侧的一面是反面。然后找到上一行最后一针位置，挑起针目入针，在上一行反面钩织时，针目位于左上方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。此时接线就完成了。接着立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，与边缘这个短针对应。接着调左侧第2针的针目，钩一针长针，钩针绕一次线，穿入针目。此时可以将短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，绕线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继续绕线，一次穿过，完成长针。同样，左上方的辫子是其针目。往下继续调短针针目，一对应钩长针。我再演示一次长针的钩法，绕线，穿入针目，注意藏线，绕线将线钩出，接着绕线依次穿过前2个线圈，重复2次，1次、2次，完成长针。后面继续钩长针。
勾完边缘一个针目，此时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注意起立针算作一针，同样与上一行针数相同。后面由于下一行需要换色，需要进行断线，先勾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，拉紧，线头可在下一行钩织时藏进去。此时第二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三行，需要使用第一行的颜色钩织，将上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，找到起立针的位置，在第3个锁针，调锁针靠边缘的2根线，入针，进行接线，将线勾出，稍作调整，接线完成。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注意藏线。往下挑相邻长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，这里针目稍有点变形，挑最上方的2根线，入针钩织，注意藏线。后面分别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短针，钩到还剩几针时，这里可以将上一行结尾的线头边钩边藏进去。钩完边缘一针位置，此时第3行就完成了，下一行要换色进行断线。往后线头可以在下一行的起始或者结尾时边钩边藏进去，后面藏线我就不详细说明了。往下钩第4行，这一行需要使用2种颜色钩织，为了方便讲解，我将第一种颜色称为线1，第二种颜色为线2。将上一行的反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边缘一针位置挑针目，接线1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。同样，这是长针的起立针，算作一针长针。往下挑针目，一对应钩5针长针。
下一针仍然钩织长针，只是后面一针位置需要换色，则这里前一针就需要钩织未完成针，绕线，穿入，绕线，钩出，然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此时拿起线袄，预留长线头，左手挂好线，钩针绕线，从2个线圈里钩出，完成了长针，也完成了换色。往下需要钩织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先挑相邻针目一个位置钩5针长针，这里注意藏线，同时线衣也藏进去。完成后拉大线圈，抽出钩针，在这5针中的第1针里挑针目入针，然后将之前放开的线圈钩出，同时织物向前凸起，往下需要钩1针锁针固定，由于下一针需要换色，这里使用线衣钩织。拿起线衣，将线拉直，织物整理平整，然后绕线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了锁针，也完成了换色。此时一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就完成了。往下使用线衣钩织7针长针，钩的过程中注意藏线袄。完成后往下继续钩1针长针，同时换色，先钩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此时拿起线袄，整理一下线和织物，然后绕线钩出，完成长针和换色。接下来钩织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同时换色，先挑针目钩5针长针，注意藏线。完成后拉大线圈，抽出钩针，从第1针的针目将之前放开的线圈钩出，织物向前凸起。接着换线衣钩1针锁针，
固定。每次换线前都要整理一下线和织物。此时完成了爆米花针，也完成了换色。后面继续钩8针长针，第8针时要换线2。完成后钩织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，并换线1。往后按照8针长针、1个长针5针的爆米花针交替钩织，每次都是在第8针长针时换线2，在爆米花针最后固定锁针位置换线1。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针，将线1钩1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线2预留一点线后剪断。此时第4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下面钩第5行，将上一行反面对着自己，在边缘一针进行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这里线1可以藏进去，线2到后面钩边时再藏。往下分别挑针目，1对应钩短针，到了爆米花针的位置，挑固定锁针的下方入针，钩织短针。后面继续往左挑针目，钩织短针。又到了爆米花针位置，同样挑固定锁针下方入针，钩织短针。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
遇到上一行起立针位置，挑第3个锁针，挑齐靠边缘的2根线，入针，钩织短针，断线。此时第5行就完成了，继续钩第6行，在上一行反面，挑最后一针位置接线，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后面一对应钩短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钩完后要断线。完成后钩织第7行，在上一行正面第1个短针位置接线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4针长针，后面钩织中长针，绕线，穿入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1针中长针，相邻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，后面钩1针中长针，绕线，穿入针目，绕线勾出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中长针。往后大家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1针，断线。此时第7行完成，后面的第8到11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进行钩织即可。注意，遇到在长针起立针上钩织时，都是挑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，靠边缘的2根线入针。每行结尾钩完都要断线，接线时注意看起立针位置，是在上一行结尾还是开始。同时，起立针旁边在图纸中都有行数作为参照，也就是大家按照行数的方向进行接线钩织就可以。大家将这几行钩完，完成后1区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钩织2区，需要绕圈钩织，同样钩的过程中需要换色，用到的新针法有长针1针放3针、长针加针、短针减针和拧拔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先钩第1圈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在上一圈结尾1针上接线，
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往后分别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。钩完最后一针，往下，找到起始的短针位置。注意，这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，挑开始短针的针目，拧拔连接。相邻竖向的这个辫子是起立针，跳过。旁边横向的辫子是第一针短针的针目，穿入。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拧拔针。这里首尾连接的拧拔针不算一针，需要将这个辫子拉紧。此时第一圈就完成了，进行断线。往下钩第二圈，在上一圈第一针上接线，注意正面对着自己，也就是之前拧拔穿入的针目这里。然后立两针锁针起立，这两针算作一针中长针，往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中长针。注意边钩边长线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上挑第二个锁针的两根线，钩一针拧拔针连接，并拉紧，断线。此时第二圈完成，继续钩第三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左侧的一针上挑针目接线，然后立三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织两针长针。这里将起立针和两个长针看作特殊的长针一针放三针。后面往左跳过两针，挑下一针位置钩织长针一针放三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三针长针。注意这里可以不长线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完成长针一针放三针。后面继续跳过两针，挑下一针位置钩织长针一针放三针。
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钩完这个长针1针放3针，往下还剩1针中长针和起立针位置没有钩织，跳过。在这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挑第3个锁针的2根线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此时第3圈完成，这里线头暂不处理，后面统一藏到织物里面。往下钩第4圈，在上一圈开始2个长针1针放3针之间，挑这样的缝隙进行接线。然后钩织特殊的长针1针放3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织2针长针，完成特殊长针1针放3针。接着往左跳过3针，在后面针法之间的缝隙里钩织长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。完成长针加针，往下继续跳过3针，在针法之间的缝隙钩织长针1针放3针。再跳过3针，挑缝隙钩织长针加针。后面都是跳过3针，挑缝隙交替钩织长针1针放3针和长针加针，继续钩织。这里按规律是钩织长针1针放3针，对应钩织。往下跳过3针，到了开始位置，挑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，钩引拔针，拉紧，断线。第4圈完成，接着钩第5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右侧的缝隙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1针长针，这是特殊的长针加针。往下分别挑长针1针放3针与长针加针之间的缝隙，钩织长针加针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
第5圈完成。接下来钩第6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左侧一针上挑针目接线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相邻针法之间的缝隙，钩1针长针。接着跳过1针，挑针目钩1针长针，继续挑缝隙钩1针长针，跳过1针，挑针目钩1针长针。可以发现，这里都是在加针之间的缝隙和加针的第2针针目入针钩长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第6圈完成，下面钩第7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的右侧一针上挑针目接线，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1针短针，往下调起立针位置，之前拧拔穿入的洞眼，先钩1针短针，这一圈可以藏线。后面继续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，完成后钩织短针减针，先挑相邻针目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短针的未完成针。继续挑针目钩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，绕线钩出，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短针减针。往下继续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5针短针，接着钩短针减针，分别挑相邻2个针目钩织短针的未完成针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短针减针。往后大家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第7圈完成，往后剩余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
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注意剩余几圈的入针位置，有的需要挑针目，有的挑缝隙。在针法之间就是挑缝隙，在对应一针上的针法就是挑针目。同时最后2圈还需要控针，也就是钩完一针后跳过一针不钩，这种就叫控针。大家将其完成。钩完后需要收针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。先预留长线头断线，然后将线穿入缝针，往下挑最后一圈短针的针目，挑靠前的半针，依次入针。完成后拉紧线，挑相邻位置打几个结固定。把线藏到织物里面，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剩余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，可以用缝针来藏，也可以用钩针。像这样藏到里面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2区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钩织3区，将起针的一侧朝上，起针的线头放于右手边，然后从右往左挑起针这一侧，挑这样锁针剩余的半边，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，挑边缘的2根线，入针进行钩织。先挑最右侧边缘锁针的剩余2根线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往下继续挑锁针剩余半边，一对应钩短针。
钩完最后一个短针位置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与起针数相同。此时第一行就完成了，后面几行不换色，接着之前的线头直接钩织。下一行需要钩织长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。这里边缘一针与起立针对应，往下从左侧的第2针开始，挑针目，钩1针长针，后面1对应钩长针，完成后继续钩第3行，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翻转。往下从边缘针目开始，1对应钩相应针法，往后遇到长针起立针，在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，入针即可。剩余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部分钩完，全部完成后断线并藏线就可以。此时3区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进行钩边，先沿着开口位置钩织1行，再沿着3区边缘进行钩织。首先钩织开口位置的钩边，在开口的右侧3区最后一行边缘短针上，挑起整个短针或者边缘的2根线，接线。然后立1针锁针起立，对应钩1针短针，往下长针起立针位置，将其挑起，对应钩2针短针，后面短针排挑边缘短针，钩1针短针，往后3区按照长针起立针钩2针短针，短针排钩1针短针的方法继续钩织，钩到起针位置，挑起针处钩1针短针，后面1区按照同样的方法，短针排对应钩1针短针，长针或者长针起立针位置对应钩2针短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钩织。往下到了2区的位置，在2区第1圈首尾处，大致对应钩2针短针，后面继续按照之前的方法钩织短针。
勾完三区最后一行的边缘，此时开口处的勾边就完成了。继续沿着三区勾边，先立针锁针起地，然后挑边缘短针位置勾一针短针，后面分别挑针目一对应勾短针。遇到开口勾边，挑边缘短针的位置勾一针短针，往下断线，线头藏到背面即可。此时勾边部分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主体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装饰，由套环、麻花辫和绒球组成。先制作套环和麻花辫，然后进行安装，最后制作绒球并安装。先钩织套环，采用环形起针、逆时针环转向外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加针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环形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，右手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，取出线圈，左手挂好线，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线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接着勾一针锁针固定。这样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地，往下挑起针的线圈，钩织6针短针。完成后收一下线圈，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线圈，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会活动的线圈，还剩一个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颈拔，也就是左侧横向的这个辫子，拉紧。此时第1圈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2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地，然后挑下方针目，钩织短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短针，注意藏线，1针，2针，完成短针加针。相邻继续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加针，一个针目里钩出2针短针。钩完最后一个大辫子，此时大家可以核对一下针数，然后在开始短针的针目上拧拔。
拉紧。第2圈完成，继续钩第3圈，先立针锁针起立，往下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，钩完最后一针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与上一圈相同，同时将织物的正面朝外，有起针线头的一面是反面，这里起针剩余的线头可以剪掉。最后在开始短针上挑针目紧拔，拉紧。第3圈完成，后面的第4到5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，方法与第3圈相同。第6圈部分位置需要钩织短针减针，第7圈不加不减钩织。这里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剩余几圈钩完，完成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此时套环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制作完成后，将其先放置一旁，之后与麻花辫安装完成后，再安装到主体上。下面制作麻花辫，这里麻花辫有长短2种，制作方法都一样。随意取3根线材，长度参考图纸，然后将一端预留6到7厘米左右，用其中一个颜色打一个结。往下编麻花辫，可以将上方一端用重物压住，方便编织。编到结尾还剩6到7厘米左右的位置，再用其中一个颜色打一个结。此时一根麻花辫就制作好了。这里结尾如果线头长短不一，可以进行修剪。首尾两端的线头剪到相同长度就可以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对应数量的麻花辫制作完成。这里麻花辫配色随意，取3根不一样的颜色，也可以取2根同色与另一种颜色进行编制。收尾预留长度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完成后将其安装到套环里，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数量较少。先取一段套环的钩织线材，线稍长一点，
然后将麻花辫对齐后对折，用之前的长线头在中间打个结固定。接着将线从套环里勾出，从套环的顶端中心动眼入针，将线拉出。此时麻花辫就安装好了。往下将套环安装到主体上，将其中一根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挑套环第一圈与主体开口处缝合，这里安装在钩边里侧一点的位置。具体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，同时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最后将两个线头打死结，剩余的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一个套环就安装好了，另一个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麻花辫，并与套环安装，最后再安装到主体对称的另一边就可以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制作绒球，往下演示一下绒球的制作方法。注意，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具体绒球的大小以及配色等数据，大家参考图纸。请看演示。用硬纸板制作绒球的方法。准备一个宽度比绒球所需直径多1厘米的厚纸板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所需绒球的直径为4厘米，那么硬纸板的宽度则为5厘米。在中间剪出一个口，然后在纸板上绕线。圈数不同，绒球的饱满度不同，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和剩余线量来调整。缠绕完成后断线，然后剪取一节比较牢固的同色线，将所有线圈包住，打结。
穿到另一侧继续打结。多打2个结固定。然后从纸板上取下线圈，剪开两端的线圈，揉搓蓬松后，用剪刀将其修剪出球状。这就是用硬纸板制作绒球的方法，可以用细绳将绒球固定到织物上。完成后，最后使用绒球剩余的线头与帽顶缝合牢固，最后的线头藏到帽子里面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装饰部分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整个帽子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丝丝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